下面我们讲那个讲这个21度母战啊。21度母战呢，在我们的这个佛经当中就是也有啊，就是佛经当中也有，然后应该是汉文的大藏经里面也有，在藏文的这个大藏经和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德的这个教言定中也经常这个出现，杜牧的这个修法，在印度在藏地来讲呢，这个杜牧这个不管是他的修法，或者说他的一些那个信仰，就是他的人呢，非常的多，就是相当于是像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就是一模一样的。而在汉传佛教当中呢，就并没有那么这个兴盛啊，就可以说这个信仰杜牧的或者经常这个念杜牧的人呢，不太多啊，就是这几年以来，就是像那个台湾呐、香港还有就是在别的一些国家呢，就是有个别的藏传佛教的大德到那里去，就是进行弘扬杜牧法的，有这么一些这个现象。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从历史上看，虽然有一些大德呢，就是都翻译过比如说以前好像是在元朝的时候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叫做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好像从唐朝开始的是应该有一种这个学位，就是后来帕斯巴过世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奉诏而译的有一个21杜牧传啊，这是一个安藏就是大师，就是他这个译的，但是他所译的这个我也以前就是看过，就是看过以后呢，就可能有些地方呢就是比较这个就直译，有些地方呢就是比较难懂，就是所以呢这次也是就是对照这个藏文就然后呢又就找了一些藏传佛教当中的一些这个21度母战的解说，然后呢就是我就重新就是做了这个翻译，就是做了这个翻译。那么这次的话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可能以前呢，就是对这个杜牧就是不一定就是特别了解，就是知道是藏传佛教当中有这么一个杜牧的这个修法，这种修法呢，就是来自于是印度。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印度高僧大德的一些传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像这个龙蒙菩萨、龙菩提包括这个吉天菩萨和这个阿底峡尊者等等，就许多高僧呢，就是确实是以前是受到这个杜牧的书记还有呢就是经常就是得到就是他的这个开示和一些加持，就是这种现象呢，我们经常在历史当中是看过。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自己亲自可能修的呢就是不多的，就是只不过是有个别的一些韩文的这个译本当中呢，就是有这个杜牧的一些简单的这个修法和一些这个或者说是一些仪轨和这个咒语就是除了之外的话呢，基本上是没有。所以我在想呢，这次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学习呢，从这个现在开始呢，我们在这个汉地呢，就是要这个大量的这个弘扬这个杜牧法就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你们这个个人呢就每个人的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困难违缘就是障碍阻碍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依靠杜牧的非常这个迅速的、猛力的，或者说是这个尖锐的这样快速的一种这个加持力就是他的这个智慧力、背信力呢，就是让这个前除一些这个障碍。同时呢，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福德还有这个才华，就各方面的这些这个利益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得到的就自然而然得到的。所以这个杜牧呢，就成为是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这个事业本尊就是事业本尊。就像我们经常称为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
就是叫这个智慧本尊，而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呢，就是诸佛菩萨的大悲本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一样的。那么度母呢，就是这个诸佛的这种事业。那么诸佛菩萨的事业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遣除众生的这个痛苦啊，然后让众生呢就安置于这个快乐的这个果位啊，就是那么这方面呢就是度母有这种特殊的一些这个加持和能力啊，就加持和能力。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只要我们去信仰他，只要我们就恭恭敬敬呢，就是祈祷他啊，就经常呢就我们这个念诵啊，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那么自相续当中一定会是得到度母的这种这个加持啊。